的啊。西洋纹饰，对，就是当时这个西风东渐啊，就是欧洲跟中国这种宫廷装饰纹样的一个交流吧啊。那绘画呢表现的就是传统的中国的题材，我们看到它6面，每一面是不同的纹饰，比如说它间隔画这面是花卉牡丹哈，旁边的这个就是荔枝啊，作为3多。还有这个桃子，你忙着啊，感谢啊。对，后面还有这个灵芝，也是这个非常的寓意极佳。然后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有学者考证啊，它这个肩部里边这个一个如意云头上面这种包括有些点画的一些圆点，其实跟洋彩的这种刚才看到的圆点的这种技法上是纹样上是相通的，对，它都是一种西方装饰纹样的一种延伸吧。然后其次这种呢，就是刚才提到是属于大型的乾隆时期的宫廷的陈设重器，对，也是市场的一个硬通货啊。高峰时期呢，这个大概这个历史记录应该是在1300、1400这个价钱。那我们目前这个其实估价是比较极为合适的，吸引人的啊，估价是就600万，就差不多是1半的价格来起拍。对，我们看到它颈部有一个标签啊，这个最早是杭州市文物公司的收藏啊，后来在我们拍卖释出。然后这次又回到我们拍卖。对，重器啊，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收藏的一件作品，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那后边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雍正一个专题小专场啊，雍正霍陈雍正御窑妙境啊，这个专场呢，就是数量不多啊，大概只有19件作品，但是品质极高，对，然后品味极高，对，是因为这个雍正皇帝是在位13年哈，他是一个就是非常追求细节的人啊，然后在他的档案，就是清宫造办处的这种档案里边，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工艺美术、宫廷陈设呀有非常细化的要求。比如说，经常可以看到文档里边说，往细里收拾，往秀气收拾啊，所以看着这个要求很高。然后比如说这个雍正时期的这个宫廷家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叫内廷宫造之事啊，就是它的有一些这种雍正皇帝本人的直接的一些对这些器物怎么去制作有非常直接的要求，所以呢导致呢就是说雍正时期的宫廷美术，特别我们这个专场就是瓷器专场啊，也可以看出这种非常细节的要求上面怎么去给它具体去呈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件我们本场的封面作品啊，说到他的个人风格呢，肯定是跟这个雍正皇帝本人的这个性格是有关系的啊。雍正，他的性格，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他在登基之前，因为雍正的登基，我们大家知道他就是9子夺嫡，对，非常复杂异常凶险啊，对。包括他登基之后呢，也对这个比较残酷的一些对弟弟们的一些禁锢结构重组。对，但其实在登基之前呢，就是他表现出的面貌呢，就是他与世无争哈，非常性格恬静的一个人，所以康熙皇帝才最后确立他为这个皇储啊。所以他的个人风格上呢，对整体的这种器物上也可以看出他这个体现出一种婉约啊，这种内敛，对这种状态。比如具体到这个，因为它是珐琅彩加粉彩结合绘制的一个作品啊。因为珐琅彩呢是从康熙晚期，受到这个西方传教士，在内廷服务嘛，他研制了一些新的进口的材料，有一些新的绘画技法，创立了珐琅彩。然后到了这个雍正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它有一些具体的结合吧，比如说狭义的珐琅彩上，比如说这个灵芝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发紫色的紫汁啊，但这个呢就是非常有这种油画的质感啊，对，油腻的这个质感，对，层次比较突出。材料上的选择上应该是用了珐琅彩的原料。那其次呢，它的梅花的这个枝干，这种绘制上非常写实，都非常的就是细节，就是表现得非常好。哎，对。然后它的梅花上每一瓣这种色阶的过渡，如果我们近距离的看哈，可以看到它的梅花，它的轮廓线是用胭脂红去勾勒出来，然后中间的填色。这种粉红啊，各种色阶这种红的过渡，表现得非常好。特别是它的这个花蕊的部分，这种鹅黄，一点一点的画出来，非常的细节。那这种呢，就是说，应该是有宫廷画师去出样，下发到景德镇，然后再用景德镇的工匠去给它具体的呈现在这个瓷胎上面去，所以应该是一个瓷上的一个绘画的一个创作了啊。而且留白的面积比较大。旁边呢就是这个白梅的部分哈，也是可以看到这种嫩绿哈到白色阶的过渡啊，特别好。旁边有几枝这个竹枝，上面竹叶上面，特别是那个尖端啊的这种绿到黄的这种渐变啊，描绘得非常好。就刚才我们同事提到，他确实是一个细节控啊。是。那这个作品呢，关于珐琅彩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两句，就是珐琅彩在清宫档案里面，就是说作为瓷胎珐琅啊，然后粉彩的说法是因为是晚清时期才提出来的，所以在清宫档案里边一般是瓷胎珐琅或者瓷胎洋彩，这个跟标准的就是狭义上的雍正时期的珐琅彩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说它的款呢也是用蓝料彩去书写的，包括这种绘画上可能更多的珐琅的因素，特别是珐琅彩呢可能会有诗书画印的结合啊。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可以定义为它就是珐琅彩和粉彩这种相互配合的一个作品啊，过渡期这么一个结合。然后它的款制呢是一个青花双圈内的书写啊，类似的我们曾经经手过一个梅荫堂的收藏的平安春信图版，其实也是这种搭配，它是青花款，然后外边画这种安居乐业图啊，最后以非常高的价钱成交，大概是3000多万成交。这一件呢，我们目前的估价是500到800万。那东西本身确实是有一点点瑕疵啊，它有一个小冲线，对。但是没有冲线的话，应该也是，如果类比平安春信的话，也应该在3500往上了。对。然后我还有问，那个雍正是不是很喜欢灵芝？对，灵芝，说起来就是七彩灵芝啊，因为雍正他就刚才提到他的登基的过程，他有一些曲折这种宫廷斗争啊，所以为了证明他登基的这种合法性、正统性呢，他雍正皇帝特别喜欢祥瑞，就是说某地什么牛生麒麟啊，某地出现了祥瑞之兆，对，就说明他的就是登基是一些自然的这个非自然现象来表明他的这个。从神性的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登基是完全符合这个天道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灵芝啊，这种祥瑞的这种纹饰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旁边呢就是颜色釉，对，雍正时期的颜色釉。第一对是一对雍正的祭红釉杯，杯型呢非常的精巧啊。直径7公分多一点啊，小小可爱，这种可能作为茶园使用啊，就是，然后里边白釉，对，外边红釉，这种配色啊，其实可以看出它这口沿这外壁这个红色啊，它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娇艳啊，就是我们这个图录上面，特别我们同事做这个图录上面，他用了一张图。是
故宫那个红墙上面有一些积雪，那个配色其实跟它这个真的是用的是恰如其分啊，就是红白的这种鲜明的对比，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它是来源也不错，是那个广东的一个私人收藏，后来进入了马钱特的收藏。马钱特就是英国伦敦一个著名的古董商，经手过非常多重要的瓷器。现在已经也是第4代传承到第4代的这个主理人了。是。然后旁边是一个雍正的彩瓷墨骨画法，就是雍正早期这种比较典型的，就是清新婉约的这种画法然后也是香港一个经过2次拍卖，然后后来是进入江家族的珍藏。对。旁边就是我们提到的雍正的洋黄对，就是它雍正的御窑在这个颜色釉的创新上是非常这个确实有独到之处就是新创烧的这种柠檬黄，就是清宫档案称为洋黄，它是用地的一种釉上的低温的成色所以它这个釉色呢，非常的其实是属于可以归类到珐琅彩的这种系列里边因为它这种釉色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娇嫩就是我们现在叫柠檬黄，我们拿柠檬跟它一比较，确实是这种色泽尺寸呢是9公分，8.9公分对。然后样式呢非常的精巧可爱这种也是柠檬，就是雍正里边这个高等级的这个单色釉品种是一只黄釉的暗刻8级祥的高足碗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马钱特及这个英国收藏家芝波尼先生的旧藏而且也是能看到这个暗刻的纹饰，那也是通常来说多与这个供奉所相关内白外黄黄色也是这个帝王的专用颜色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70万起拍。外面暗刻的是这个8吉祥说明它的用途呢有可能是作为一个佛堂的这个礼器盛放这种贡品的雍正这种器型，这种高足碗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少的好，可以旁边独立展柜可以讲一讲这是一个我们本场一对确实也是小清新很可爱那这是雍正斗彩的灵芝杯它又是提到灵芝了对，这自己本人喜欢的灵芝那雍正皇帝呢就是对这种雍正的这个御窑它这个其实应该讲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珐琅彩应用一些西方的材料技术有一些很多创新，包括看到的柠檬黄都是它的创新。那这一件呢也是一个仿古，所以它这创新跟仿古都结合得非常好。那这个是对雍正御窑对成化官窑的一个忠实的一个模拟它的纹饰呢就是完全模拟成化，包括它的尺寸款制的书写也是在这个青花双线方框内对，然后楷书的6字双行的款，因为成化款就是从成化才开始出现这种书写的这种搭配之前呢，比如说什么这个宣德或者是其他的正德弘治都是没有这种写法的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创新吧就是正德当然是对成化的一个模拟，就是再往前的成化往前的是没有这种书写方法的。然后它这釉彩的这种搭配特别值得一提是我们正好对着这个它这个青花的灵芝上面，它那一朵呢是有一点微微的发紫色，
就可能也是说，因为成化最有名的它的姹紫，就是所谓这个姹紫，现在就是无法复刻的啊，可能也是一种成化对它的一种模拟。那个最有名的姹紫那杯就是体现在这个北京故宫有一斗彩的三秋杯啊，那个非常典型。然后这一对杯呢，来源也蛮好的，它其中一只是经香港拍卖98年，另外一只也是可追溯到80年代，后来又在香港2000年释出，所以它其实不是同时出现，但它能凑到一对儿。然后我们比了一下它的口径啊、足径啊、款的写法，就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能凑成一对儿是挺难得的啊。旁边我们也是几件雍正时期的典型作品啊。那这个我们从这边看是一个雍正，就是仿嘉靖时期的一个画法。它这个闭嘴龙，然后这个龙的形象也是嘉靖时期的非常典型的。然后黄地儿绿彩，它这个龙的形象其实有暗刻，然后再施加绿彩。这也是雍正官窑里边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我们这种的青花这种仿佳窑的，乾隆时期，包括乾隆之后，道光也比较多，但是这种黄地儿绿彩的其实是蛮少的。一个雍正官窑里边比较特殊的品种。然后后边是有一个天蓝釉的一对雍正的小碟子，然后可以看这个，确实是雍正原色又有它的独到之处哈，这个色泽非常的素雅素净，然后成对的保存也是高等级的写法，这种双方框里边楷书款啊。我们网友就是问。雍正开创了这么多单色釉的颜色，就是从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这个，能不能评？就是您感觉他最喜欢哪个颜色？他个人。雍正个人的我们不好去特别的去判断，就我们只能做一个推断啊。那比如说，因为确实讲到这儿了，我觉得雍正呢，可能对这种颜色釉里边，胭脂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雍正的作品，但是它是不是雍正最喜欢的？我觉得可以复议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首先是确实是雍正时期，这个是康熙时期就开始出现了胭脂水啊，但是呢，雍正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表现的会更有质感，可能也就是说技术上可能会更成熟。然后呢，它的胭脂水除了这种盘子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特殊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胭脂红的碗，上面里边有暗宫的这种暗刻的纹饰，包括北京故宫收藏有一个淡粉釉的这种类似跟胭脂红这种色调的一个梅瓶啊，应该是我们看到的唯一一支，就是非常等级比较高的这作品啊，因为胭脂红这种烧制呢，其实它的这种名贵之一的原因之一哈，就是说它这成色剂，它是用微量的金在成色，所以它这个烧制的成本应该是可以想见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雍正的胭脂水比较少啊，也可以说明它的名贵。刚才说到它各种不同的颜色去使用这种胭脂水啊，我觉得可以作为他雍正最喜欢的一个去备选。然后说到这个哈，这也是一个雍正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一个宝石蓝釉的小玉壶春，那通高只有17公分，好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釉玉壶春里边是见到最小的了非常的精巧可爱。然后它的这个蓝色呢，可以烧制的可以看出非常的这种深邃真正的像宝石一样近距离看呢，可以看到釉面有一些许的棕眼，就是因为它这个湿釉呢比较厚然后气泡在溢出的过程中，可能就来不及的到表面，它就是破了，形成这种棕眼，所谓就是橘皮
就是非常耐看啊。玉壶春这个东西，这种器型呢，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器型啊。最早的可能到宋代啊，然后元代啊也有啊，就是清代的话，像这种小尺寸的，确实是很罕见的一个品种。那旁边也是一个雍正一个颜色釉里边也非常特别的，仿鸽釉的球形的一个花叉。然后我们确实查了一下资料，好像没有看到其他的跟它造型一样的作品啊。那么如果镜头高点，可以看到它的器身里边其实是有一个柱状的一个结构啊，可以用来里边插花。然后这个整体的造型呢也非常的饱满啊。可参考的可能就是明代正德时期有这种类似的香薰，但是清代确实是没有找到类似作品。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底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一个满釉的状态，但是它是底部呢有一圈电烧的痕迹，可能有一个圈形的电柄给它支起来。通体施釉其实是比较肥厚的，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开片啊，金丝铁线啊，就是典型的仿宋代的一个歌谣的一个作品啊。然后口沿呢写一圈大清雍正年制啊，这种篆书的款制，这种款制呢只见在高等级的这种雍正的颜色釉上面出现。除了这种歌釉，我们正好有一对这个，等会儿可以看到用仿官釉对小瓶啊，也是这种书体特别是它下面搭配这个器座哈，器座也是一个可值得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其实是用瓷去模仿漆器，上半部分呢是这种模仿它的这种黑漆描金啊，下边呢是朱漆描金啊，用瓷去模拟其他材质，包括用瓷去塑造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它会雍正官窑里边可以看到有些什么鱼篓尊啊什么的，就是属于有一点那种炫技的感觉哈，用瓷去仿生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实际上这个花叉跟座子搭配在一起，非常难得的这种雍正官窑的这种作品啊，确实是没看到有类似的。然后那么关于它的传承呢，也是挺值得说一下的啊。曾经是这个代福宝旧藏。那代福宝是民国时期，包括到后来到70、80年代也一直在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董商。曾经也就做过一些专拍，包括他们家族基金会流出的一些作品都创下非常高的成交价，所以可以算是出自名门了。旁边这个一对小瓶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是雍正仿宋代官窑的这种釉色啊。它的款制书写其实跟刚才那个球形花叉是一样的，比较篆书款。然后呢，那这个器型呢很精小，通高不到14公分啊，有点小撇口，然后有下边是类似于甜酒瓶的造型哈。然后它这个通身的釉色呢，确实是得到宋代官窑这种颜色釉的精髓啊，非常的具有宝光啊，温润如玉啊，也是可以用这种去形容。通身呢开有这种疏朗的开片，非常的耐看。然后，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提一下这个雍正的，确实他的个人的艺术修养很高，所以因为我觉得哈，也是建立在他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宫廷收藏，他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内府收藏。特有高的这种视野，它那个才能影响它有好的收藏。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收藏的一个指导吧，就是我们可以多看啊，多查阅资料啊，那个去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啊，有更丰富的资料去研究，就是提高我们收藏的这种品味。那回到它呢，这对作品呢，首先
这个刚才提到釉色开片很好，然后特别就是它的这个足沿呢有对穿的一个这种穿带啊。那这种穿带其实是宋代官窑里边有这种做法，但是可能实用上是可以有一个东西绳子穿过之后把它固定在桌面上。那因为这种穿带的做法再往前追溯呢，就是青铜器上也有，所以它这也是一种仿古啊。但是到了这对器物本身呢，可能应该说是脱离实用了，也许就是一种炫技的做法吧。因为它这个穿孔之后，其实烧造上是增加了这个烧坏的风险的啊。然后它的传承呢特别好，也是经历了众多的名家收藏哈。一个是这个史蒂芬·琼肯，他是美国一个史蒂芬·琼肯3世啊，非常重要的收藏家。他其实以前都是做过苏富比啊，加上他做过专拍，但当时很多专拍都是不具名的，经手过很多重要器物，什么青铜器啊、三彩啊、明清的一些艺术，都是他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兴趣非常的广泛啊。然后后来经过纽约跟香港的拍卖，到最近的是香港收藏家郭炳湘先生啊。郭炳湘先生也是前2年刚刚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香港收藏家。我们网友就问是为什么雍正的器型好像都挺小的，这有什么原因吗？特殊的原因？确实哈，雍正的，对网友的这个题目，我觉得也是，它确实这种小而精的器物是，出现的概率挺大的，它的比例很高，可能这种的更适合他这种，也许我们从性格上分析，他可能不是特别张扬，这种适合把玩的。更能得他的这心头所爱吧啊！但其实雍正也有一些这个相对大体量的器物，等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但我觉得网友这个确实是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的精巧的精细的作品很多确实是小体量的，因为小呢可能更能体现出这个工艺的这种精细吧啊。我的考量是这样，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然后我们后边是几件雍正的器物啊，旁边是有一对小的一对盖罐啊。这个是没有款制，但是我们从这个绘画纹样、彩的这种状态，包括胎釉的状态呢，还是可以定在雍正的，特别是这个龙的形象，可以看到的这个气势非常的威猛。绘画上的表现呢，其实也是很精细的，比如说这个龙须跟这个云彩这种交代，就是火焰纹跟云彩的这种交代，其实是非常细致。龙鳞啊，都是这种反红彩去勾勒啊，就是非常的有细节。然后呢，彩的这种质地也是时代特征比较鲜明啊。虽然确实是没有款制，可能应该是作为雍正时期一种偏实用性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但是它这个设色呢，就是黄地儿粉彩加反红，就是非常的富贵的感觉啊，特别能成对保存，定价也是比较合理，我觉得作为收藏可以去考虑一下啊。旁边是一件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件作品啊，是一个雍正仿宣德的一个小胆式瓶啊。那雍正你知道他有一个博古图的一种手卷传世啊，好像有4卷啊，其中就摆放了各种雍正喜欢的这种古玩，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离他宝座非常近的位置上，就这个桌上就搁着这种卷草纹的一个胆瓶。其实它这个装饰纹样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说布局上很繁复。但是我们就是主要是从它的收藏的这个就它制作的这个取材上，我觉得它有独到之处。它确实是因为这种卷草纹从宣德开始出现，我们一些宣德的瓷质文房比较有名的一个，曾经是梅荫堂经手的一个毛笔笔管，上面就会画这种纹饰。然后类似就是这种宣德的
这种小胆瓶也是有的传世的，所以我觉得雍正御窑上能有这种就是回头刚才说到这个视野很开阔哈，他能用当时的先进的技术去做一些很特别的颜色釉，也能就去仿古仿宋，除了仿宋之外，也能去仿前朝的这种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应该说品味上很有值得去怎么说学习的地方吧然后他的绘画上呢，就是从纹饰之外呢，绘画上包括这种青花的发色上，也是去着力去模拟宣窑的这种所谓苏麻离星的发色色泽非常的可以说是苍雅然后存世很罕见，然后我觉得是一张非常有品位的作品旁边呢也是一个雍正青花的作品，就是它其实也是仿这个永宣时期的画法，就是这种瓜藤纹，但它的这个这件作品呢，可能发色上更偏淡雅了一些，就是它的绘画的笔触上其实还是画得非常漂亮的，细节呀，这种绘画的这个功力上是很好的，特别是这个瓜藤上这个瓜身上这种斑点的这种表现非常的有笔墨的趣味吧，也是一件大型的这种雍正官窑的这种陈设器。旁边是有一个雍正颜色釉一个大体量作品那是一个仿钧窑，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叫窑变釉的一个玄文尊双耳的，那器型上肯定也是从宋瓷包括因为它有一些玄文，器型上可能跟这个青铜器也有一些画材过来。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它的施釉特别的有代表性这种窑变釉呢是雍正开始，那这个说到这个窑变釉，肯定是就跟唐英是脱不了干系了那唐英从雍正6年开始主理景德镇御窑厂，那他当时呢就是对于这个仿钧釉的这种复刻呢，就特别派他的幕僚到河南禹州去考察当地的这个钧窑窑址，研究复制窑变釉，就是仿钧釉的这种方法那可以看出从这件作品的烧制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烧制这种复刻是非常成功的，就是它的这种颜色这种红色、蓝色、紫色这种交融斑驳的感觉，因为它是要技法上它要多次施釉因为釉水的流淌，它能产生这种融合的效果所以这种所谓钧窑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这上面体现的非常好。然后呢，口沿上因为它是釉的流淌过程中呢，口沿的釉可能就挂不太住，所以它会显示出这个胎的这种胎体的颜色但是到它的颈部腹部这种颜色就非常的漂亮。特别到了足沿呢，足沿其实我们能看到足端的话，它足端是有过打磨的，因为这种钧窑施釉这多次施釉，那釉水的流淌肯定会在足沿形成积釉，有一些不规则的地方，那我们就窑工出窑的时候就要把它包括在电烧的过程中可能就积到这个电饼上面，就要把它去掉，然后呢就打磨规整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它有一些身上有一些这种蓝色的、绿色的斑点，那这种可能是在施釉的生产过程中呢，也许有几滴釉就是掉在了上面，应该属于我个人推断属于一种瑕疵但是呢，这种瑕疵呢，就反而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装饰效果。就是像这种我们写文章里边也特别提到，它有一点像那个孔雀的翎羽就是突然这么随机的出现这么几点这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就是
也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哈，特别的漂亮哈。特别就是现在这种钧窑，就是窑变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窑变往上溯，比如说宋代元代的钧窑为什么得到市场的这种追捧呢？我觉得这种天然随机形成的艺术效果反而就是更值得去人去品味吧啊。然后其实把它这个画面啊，如果能取一个局部给它去放大啊，呈现在这个画面上，非常有这个当代艺术那种感觉，抽象的这种美感啊，有点像那种赵无极的绘画。然后旁边呢是2件这个雍正的仿古的作品啊，都是其实造型上、纹样上都是仿永乐的这种抱月瓶啊，一个是画荔枝，一个画喜鹊登梅啊。这个器型是完全的仿古啊，包括这个画法上也是啊。它因为这个永乐时期的作品呢，它这种青料大家都知道它是苏麻离青啊，它会有铁斑的沉积。那到了雍正时期呢，特别这种画法在雍正乾隆时期的档案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它叫仿宣窑啊，去用重笔去点染模仿这种苏青的发色。然后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清代宫廷有非常多的内府收藏，它朝代更迭之后呢，清代继承了前朝的这种收藏，所以它有内府有非常多的标本啊，我们可以档案里边也记载的很明确，它把一些宫廷里边的器物下发到景德镇去照样烧造。那这2件作品都是没有款的，都是沙底，也可以说是所谓叫信寄于古人哈，就是康熙到雍正时期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包括我们以前直播时也提到哈，特别是故宫的收藏里边有一些这种青花作品，就是明初风格的，它断代上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是那个孙英洲先生，他曾经有一批作品捐赠给北京故宫，他是后来在故宫任职的时候呢，就是把清宫的收藏有一些这个年代有一些更新啊，以前可能是定为是永乐啊，后来呢可以改到了雍正啊，确实是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有更多的这种资料去佐证，就是能把这个断代上就分析的会更确切一些。那这是雍正我们这个专题就讲完了啊，后边是有一个我们一个明清官窑的另外一个专场，叫十面官纸。这个专场呢也是聚焦这个明清的各种高等级的官窑啊，我们可以从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是一个康熙时期郎窑红的一个作品。郎窑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因为它就是郎廷吉在康熙晚期那个在督窑的时候的一个作品。他很多郎红的作品都是并非是官窑，但是他本人的意愿一个定制的啊，定烧的。他都比较有成就的，就所谓这个郎红。郎红就是对永宣、永乐这种红釉的一种复制啊。因为这个红釉的烧制呢，其实是挺难的。铜红釉成色这个范围比较窄，所以要对窑温啊这种控制啊非常的精确，才能烧出好的红釉来。它比较典型的特征，所谓脱口灯槽口啊这种底部的基釉啊，所谓郎不留哈，这是一个很精巧的一个郎红的一个小香炉啊，挺有意思的。那旁边是一个官釉的一个立式炉啊，这个官窑呢也是宋代官窑这种烧制
对后世的陶瓷烧制有非常大的影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雍正对它有很多仿制，那其实到明代的时候也开始就是仿官釉了。那这是一个也是器型上其实是一个仿青铜器的一个历史的造型。那釉水呢很这种沉木典雅啊，这个器身有一些开片，很疏朗，就是非常耐看的一个作品啊。然后旁边也是一个雍正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它一个卢君釉啊，所谓高粱红。那卢君釉是雍乾之际这个开始烧制的一种低温釉上颜色釉，它这种也是这种颜色，因为是随机生成的啊，这种交融斑驳的感觉跟窑变，这其实烧制的过程也是一种窑变的现象啊，就是红跟蓝去怎么去这种产生这种变化啊。那雍正时期的可能红会多一点，所谓古蓝行里边以前叫高粱红。到了乾隆时期呢，可能蓝色就更多啊。那这个造型呢，就是这个宣德炉的造型，冲天耳的三度炉啊，用瓷去仿制铜器啊，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雍正的官窑作品。我们网友提问说，清三代瓷器中的红色来自本土，还有来自西方的，就有来自本土和西方的不同的红色区别是什么？然后哪个最稀罕呢？就可以从市场上面您给我们说一下。那三代的红釉比较，比如说康熙时期的这种釉下的，其实红色的成色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釉下的铜红，它是高温的颜色釉啊；另外一种就是釉上的，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雍正时期的胭脂水，它是金红。此外还有釉上的矾红，它是用氧化铁去成色，所以它也是低温的，大概就是这么三种的成色的原理。那最名贵的，因为这红色的这种发端呢，可能就是永乐时期的红釉是最名贵最少的，它因为是烧造就非常的困难。其实到元代时期也有釉里红，但它就是可能更多是这种装饰元素去体现。比如说我们北京故宫收藏有一批河北当时出土的元青花大罐，上面有贴塑啊，上面有一些小花是用红色去表现的，包括一些这个什么玉壶春啊，但它这种红色更多的是一种装饰元素，它没有形成整体的红釉。那到了永乐时期，可能这种纯红色的还开始出现。那到了后期呢，可能这种红色明代中晚期来说，就是烧制因为成本啊、技术啊各个方面就不像明代早期那么去完善哈。那它这红色呢，更多的是采用去釉上的矾红去表现。那到了清代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那康熙时期的红色，那都是大部分是釉下的铜红啊，不管它是所谓什么红、狼红啊、豇豆红啊、流血红啊，它都是用釉下铜红去成色的。到了康熙晚期啊，这种西方的材料进入之后，我们发展出了胭脂红啊，在雍正时期最为成熟啊，大概是这么两个方。但每个朝代都有它特殊的名贵的点啊，比如说这个康熙的胭脂红就也极少啊。那我们经手过的一个马蹄杯，那一直都卖到700-800万啊。那永乐的这种宣德这种红釉完整的在香港应该是卖，我印象里应该是过1000万的啊。所以每个都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吧啊。那刚才说到这种这是康熙时期的豇豆红。那豇豆红呢，它的这种生产工艺，它是用吹釉法，所以它会在烧制的过程中，因为这种釉水里边这种铁的杂质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苔点，因为有成色的温度的控制上有一些这种天然的随机的现象啊，因为成色可能不太完善的时候，它会发灰啊。古玩行里边以前叫驴肝马肺啊，后来有的成色呢比较好，通红啊，所以叫大红袍。然后呢，有的成色里边可能绿跟红这种叫美人醉，就是也是有一些窑变现象，这种斑驳的现象叫美人醉，所以也是非常有趣味的一个作品啊。这是个唐伯喜，就是
康熙时期江豆红里边相对多见的一个品种。我觉得这个估价真的是很合理，30到50万非常合适。然后旁边是一个，乾隆的这个玲珑瓷碗啊，就是它也是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极致了啊。它是，要是透光看过去，它有一些，感觉是。这种花呢，就是即使表现的工艺上啊，就是它把这个胎壁，去掉一部分胎体，让它的这个极薄，然后再施釉，感觉像这种脱胎的做法一样啊。所以这个工艺上是，挺不容易的啊，也属于这个乾隆官窑里边相对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啊。然后旁边是一个康熙时期的，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啊，双鹿尊啊，器型上是所谓双鹿旗的旗子给它变了，这是一种画裁过来的吧，用釉里红去成色，但这个釉里红呢，就是说到它的烧制的难度上啊，可能并不是说掌握的特别好，所以它的这个轮廓呀，就有点像烧糊了一样啊，上面有一些黑色的斑点啊，其实是铁的这种成分啊，成色并不是特别完美，但它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代表性，就是属于康熙时期新创的一个器型。旁边呢也是一个康熙的，对成化鸡缸杯的一个复刻哈，一个致敬吧造型啊、纹饰啊是完全是对康熙的对成化的模拟哈，这握足。包括这个款的写法也是成化款啊，非常有趣味啊。我们这个确实这是这个成化鸡缸杯属于这个中国陶瓷史上的传奇了。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流通一例在上海的龙美术馆，当时2.8亿港币。那其实成化鸡缸杯在明代晚期就已经有非常名贵了啊，所以到了清代之后呢，特别康熙、雍正。乾隆啊都有烧制，那乾隆更多是那种带玉题诗的那种所谓鸡缸杯啊，那康熙时期就是完全的对它那种模拟啊。旁边是一个乾隆的仿古的小高足碟儿，器型非常小，然后这个直径只有7公分多一点，很精巧啊。然后这个纹饰上面其实是仿古的一个，就是可能青铜器上会常见到一些纹饰，这个用途还确实不太好考证啊。也许是作为这种，因为它是高足，它是一个平底的，可能作为一个供器去使用吧。旁边是有一个康熙的寿字小杯，就是康熙时期祝寿题材是作为经常出现的。我们知道这个。康熙60大寿，包括他跟他的母亲寿字纹小杯是属于把各种寿作为装饰纹样体现在这个杯子上面，比如口沿呀、杯身的这个几个寿啊，是纹饰上是。完全是体现它的这种用途啊。旁边属于这个道光官窑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路高级别的这种作品啊，这个黄地压道，然后外壁开光，万寿节令的一对扇碗啊，它内壁画的是这种用青花各种花卉啊、灵芝啊、山石啊。那这种属于道光官窑里边挺高路分的一种作品啊。那它的母本呢，可能是乾隆时期就开始出现这种，然后烧造的数量很有限。那它道光呢，就是这种的相对就，多一点。但是呢，能成对保存，达到这么好的胎釉质量、彩的质量也是非常罕见的。那旁边是一个乾隆这个仿石釉的作品啊，石纹釉。上面有这个行草诗书写的这种诗文啊，唐英风格啊，
因为这种仿石釉呢，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包括故宫啊、市场流通啊，就类似这种作品啊，个人风格非常的鲜明。那旁边就是我们可以看看独立展柜有一个康熙时期新创的一个器型啊，一个摇铃孙。那这个器型其实下半截呢是从青铜器来的，叫纯鱼吧，它是一种铜骨，包括它的这个团花这个纹饰啊、锯齿纹饰啊，都可以在这个七星古建上图谱上可以看到。在上面加了一个这种长镜，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画材吧啊，应该是考察它的用途，应该是作为花器去使用的。那这种烧制的源头啊，包括就是它的创烧者，我们可能推测应该是在康熙的早期。我们知道康熙的官窑有几次大规模烧造，一次是最早一次是康熙19年，臧应选作为好像是工部侍郎吧，他到景德镇去督造了一批官窑。康熙19年到27年，那当时纹样的创制吧，应该是跟就是叫留园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考虑推测这个包括花神杯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级别的这种文房用品都是通过留园的创造啊。那督造呢，应该是臧应选。那这个作品，这个烧制的时间应该也是在康熙偏早期一些的啊。可以看到它的发色，这个用里红呢，跟青花，因为它的底足径处啊，2条旋纹是青花绘制的，包括款也是青花书写的，所以它是一个青花釉里红的作品啊。我们多次说这个青花釉里红的烧制，它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因为它的铜跟钴的成色，只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区间去成色，所以要把它这个红跟蓝都发的比较清楚是挺不容易的。对窑工对窑温的掌控是很高的要求。旁边呢是有一个，也是一个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非常好的一件难得的作品啊！这是一个就是它大的灯笼瓶、灯笼尊，那口沿这种旋纹啊，包括它这种颈部的这种青花釉里红去绘制着莲花这种纹饰，腹部通颈的这种松露图案，就是非常典型唐英的个人风格。包括它的款制，大清乾隆年制这个篆书方章款，这个写法也很特别。一个是它的比例比较大，是它这个字占比的比例大。另外，那个书写的这个方法，这个钱字也很特别。这个写法呀，有兴趣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录，它这个我们有比较明确的详细的比较。然后风景绘画啊，各种这个鹿是在300到600的啊，那这件也确实有一些品相问题啊，但是它如果完整呢，应该是在